真正的凶手就是你，杨残雪。等等，你这话不是自相矛盾吗？你说凶手在我们返回的时候系好铁门上的绳子，然后推下尸体躲在门后。可是，在我们回来的时候，残雪一直走在最前头，而且还跟我们说话了呀。什么声音？有什么东西掉下去？糟糕，赶快过去看看。他当时肯定是和我们在一块儿的，这不可能像你说的那样作案的。还记得在客栈门口我一一检查过你们的脚底板吗？那是本来应该存在的证据。你说的到底是什么证据啊？灰。什么灰？如果一个人按照那样的方法作案，就一定会留下一样不可磨灭的痕迹，那就是脚底上的灰，是被大火烧过地板上的黑色灰烬。那一段被大火烧过，墙上跟地板上都会留有焦黑色的灰。当我们扶着墙从这里经过的时候，我们的手上和脚上都会沾上那些黑色的灰。如果按照我之前的推理，杨残雪的手上或者脚上一定不会沾上黑色的灰烬，而且航帆的尸体肩膀上也不会有黑色的痕迹。但是现实却与之一切都相反。这全都因为凶手不仅仅有一个，还有第二个。谁？也就是说，除了真正的凶手之外，应该还有另一个人来帮助凶手遗失、抛尸，从而为凶手获得另一半的完美不在场证明。那这样的话，整个事件就明朗了。一个凶手，一个帮凶，两个人利用了樊潇和航帆的恶作剧，并且将杀人这件事分为了两个部分。前半部分，帮凶和我们一起行动。这边。后半部分，真凶和我们一起行动。而在整个过程中，他们如果想要证明自己确实与大家在一起的话，就必须要引起大家的注意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必须要用声音和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。于是，我们在返回报警的时候，听到了一向沉默寡言的杨残雪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。这边。另一方面，当你们大家跑去找樊潇的时候，有且只有一个人也说了话，那就是辛雅言，遗失锁门的帮凶。走吧。啊！
的时候，是辛雅妍带着我们从 C 点故意跑错到 HO 点，为杨残雪拖延作案时间。小心点！白香，小心点！白香，白香！白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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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回去！而遗失的时候，是杨残雪带着我们从 C 点故意不去 H 点，而是绕到 A 点，去发现航帆的尸体。这便是他们相互掩护的配合。什么声音？什么东西掉了下去？糟糕，赶快过看看！本来，如果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都说了话，我也无法判定究竟是谁可以为自己制造不在场的证明。但是事实竟是如此巧合，除了他们二人之外，大家都因为极度恐惧跟紧张没有出声，从而让我锁定了凶手。没错，这就是凶手为了证明自己不在现场的心理所导致的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做贼心虚。辛雅妍，你还不肯承认是吗？那好，这个负责移动尸体的帮凶，由于他是先进入的走廊，然后返回了通灵室遗失抛尸，那么也就是说，他在遗失之前，手上和脚上就不可避免地沾上了黑色的灰。也就是说，在通灵室内侧的门上有，却只有一个人的指纹是一定带有黑灰的。这是我刚刚拿到的指纹报告，在九重扣的附近，恰巧有这样一枚指纹。还要我念出那个人的名字吗？人不是我杀的，是杨残雪，是他策划的这一切。没错，我跟航帆分手之前，他就已经跟樊香好上了。我只不过是要面子，才先说的分手。可是，虽然我恨他们，但是要不是杨残雪煽风点火说要帮我报复的话，我也绝对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。一切都是他教我的，他让我偷看樊潇的手机，利用航班的聊天工具去套樊潇的话，我才知道了他们所有的恶作剧计划，都是他教我的，一切都是他的主意。无所谓，对于我来说，现在什么都无所谓。我受够了别人对我的耻笑，我天生就是长得这副鬼样子，这是我的错。我想长成这个样子吗？为什么他们每个人都笑话我，都害怕我？为什么？我何尝不想跟他们每一个人好好相处？何尝不想好好享受一下这青春？可是，就是那些爱搞恶作剧的人，让我不能安安稳稳的好过一天。我只有杀了他，我才能活得清静，才能活得安稳。
在，我做到了。